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在 TradingView 上极其火爆的指标，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帮助交易者解决交易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市场的不可预测性。这款由 LuxOrgo 开发的智能资金概念指标，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SMC Smart Money Concepts， 核心逻辑源自知名交易员 Michael Huddleston ICT 提出的 SMC 框架。它通过分析市场结构和流动性，帮助交易者洞察机构大户，也就是所谓的聪明钱的进场轨迹、又多又空的手法，以及更可能演绎的行情剧本。换句话说， SMC 的很多概念虽然源自经典的价格行为，但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用聪明钱的游戏规则来审视市场。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指标是如何帮我们精准锁定两个最关键的信号 ：Break of Structure 简称 BOS 以及 Change of Character 简称 SCH。 首先是 BOS 结构突破，简单来说，它就是趋势的延续信号。在上涨行情中，当价格不断突破前一个高点，就像多头在接力跑，每一次冲破阻力都是一次接棒，行情继续向上推进。聪明钱在背后发力，趋势还没结束。反过来，在下跌行情中，价格一层层踩穿前低，就像下楼梯，每踩碎一级台阶，行情就往下走一格。这说明空头还在掌控节奏，继续寻找更低的流动性区域。这种结构的突破就是趋势惯性的体现。接下来是趋势的转折点。相比延续信号，更值得关注的是趋势转换，因为它往往是反转的预警。在上涨行情中，如果最后一个有效低点被跌破并收在下方，这就是转折信号，说明市场可能彻底掉头，从看多转为看空。而在下跌行情中，如果价格突然不再创新低，反而强力拉升，突破了最后一个有效高点，这同样是转折信号，市场此刻发生质变，从看空转为看多。这种转换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聪明钱已经开始转向，原有趋势可能走到尽头。前面我们讲过结构突破和趋势转换，他们回答的是市场是在延续，还是可能要转向。但光知道方向还不够，关键是进场要盯哪里。在 SMC 里，最常用来找关注点的工具就是订单块 Order Block OB。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段明显推动行情之前，价格最后一次在某个区间集中成交的 K 线区域。它很像机构的成本区或发力点，所以后面价格回到这里时经常会出现反应。不过要注意，订单块不是看到回撤就随便画，它必须和结构结合来看。在一段明显的上涨冲量里，多头订单块就是紧贴着起涨点的最后一根空头 K 线或者一小簇空头 K， 它标记的是这段上涨的起始来源区域。同样，在一段明显的下跌冲量里，空头订单块就是紧贴着起跌点的最后一根多头 K 线或者一小簇多头 K， 它标记的是这段下跌的起始来源区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FVG Fair Value Gap， 中文多称为公平价缺口，也常被解释为价格不平衡。你可以把它想成，当市场出现一段非常强的冲量时，买卖力量短暂失衡，价格快速穿越某些价位，于是图表上会留下一段缺乏交错的价格带。看这张示意图， FVG 通常用3根 K 线来判断，关键在于中间那根冲量 K 线非常强，导致第一根与第3根 K 线的区间出现不重叠，而这段不重叠的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 Fair Value Gap。 左边是多头例子，强势上涨把价格推高，留下了一段价格快速穿越的区间。右边是空头例子，强势下跌把价格压低，同样会形成一段不平衡的价格带。 FVG 代表的是冲量造成的价格效率不足，是市场结构中留下的一段不平衡痕迹。在 SMC 体系里，流动性水平会标出市场最容易堆挂单与止损的关键高低点，用来判断哪里更可能发生扫流动性。主要看2类 EQH 和 EQL。EQH 等高点，高点上方长堆 Buy Stops， 价格可能先上刺扫掉止损，再回落。
EQL 等低点，低点下方常堆 Sell Side Liquidity， 价格可能先下次触发止损，再快速反弹。总的来说 EQH、EQL 不只是阻力支撑，更是流动性聚集区，可用于优化入场、止损与目标位的决策。在确定了流动性位置之后，我们还要看溢价区、折价区来判断价格在区间里是偏贵还是偏便宜，这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合理的入场位置，提升盈亏比。先画出一个清晰的摆动高点和摆动低点，区间的 50% 中点就是均衡点，价格在 50% 上方，属于溢价区，偏贵。在偏空结构或下跌趋势里，这里更适合找做空机会。价格在 50% 附近就是均衡点，常见震荡或整理。价格在 50% 下方，属于折价区，偏便宜。在偏多结构或上升趋势里，这里更适合找做多机会。透过这样的划分，我们能更直观地定位价格在区间里的位置，避免盲目追价，让交易计划更有方向。现在我们先来看 Smart Money Concepts 这个指标怎么设置。首先，打开 Trading View， 进入任意一张行情图表，然后在图表上方点击 Indicators， 在弹出的侧边栏里切到 Top 标签，接着找到列表里排在第一个由 Luxolgo 团队开发的 Smart Money Concepts 指标，点一下，它就会自动添加到图表上。添加完成后，把鼠标移到指标名称上，点击右侧的齿轮进入设置。在 Inputs 里，把 Mode 设置成 Historical， 这样历史结构也会显示出来。接着在 Style 里调整指标的颜色样式，一般选择 Colored 就可以了。勾选 Color Candles 之后， K 线会依照市场结构侦测到的当前趋势动态上色。Show Internal Structure 就是把小级别的内部市场结构也显示在图上，例如内部的 BOSCHOCH 用来做进场确认。Confluence Filter 会过滤掉不重要的内部结构突破，只保留更有参考价值的讯号。Internal Label Size 用来调整图上内部结构标签的字体大小。勾选 Show Swing Structure 会在图上显示主要的摆动结构。Swing High、Swing Low 用来判断大方向与关键结构点。Swing Label Size 同样是用来调整图上 Swing 结构标签的字体大小。Show Swing Points 这一项用来控制要不要显示 Swing 高低点，后面的50是 Swing 的敏感度，数字越大越钝，只会抓比较大的关键转折。勾选 Show Strong Weak High Low 会在图上标出强势弱势的高低点，用来判断哪边更可能被扫流动性。Internal Order Blocks 是小级别的内部订单块， Swing Order Blocks 是较大级别的摆动订单块，这里两个都设成5，代表图上各自最多只显示最近5个。Order Block Filter 选 ATR 就是用当前波动度当门槛，把太小偏杂讯的订单块滤掉。这个选项最通用，换标的、换周期都适用，也比较不容易漏掉关键 OB。 如果图上的 OB 太多太杂，尤其在15分钟这种级别，就可以改用 Cumulative Mean Range， 它的条件通常更严格，只留下比较大、比较有力度的 OB， 画面会干净很多。最后是 Order Block Mitigation， 也就是订单块什么时候算被消耗掉。选 Close， 要等收盘实际穿过区间才算失效。选 High Low， 只要影线碰到就会视为被处理过，反应更快也更敏感。这几个都是订单块 OB 的颜色设定，只是级别不同。 Internal 是小级别订单块，没写 Internal 的是较大级别的摆动订单块。勾选 Equal High Low 就会在图上标出等高、等低，取消勾选就完全不侦测。Bars Confirmation 决定要多等几根 K 线才算确认，数字越小讯号越快，但比较杂；数字越大，讯号较少也更稳定。Threshold 是等高等低的误差范围，两个高点或低点落在这个差距以内，就会被判定为等高或等低。数值越小越严格，讯号会更少但更干净。Label Size 只是标签大小，选 Tiny 或 Small， 看画面舒服就好。勾选 Fair Value Gaps 就会在图上显示 FVG 区域。Auto Threshold 开启时，系统会依照当前波动自动帮你筛掉太小的缺口。Time Frame 决定用哪个周期来找 FVG，
选 Chart 就是跟着现在这张图的周期走。Bullish FVG 和 Bearish FVG 只是颜色设定，分别对应多头缺口和空头缺口。Extend FVG 则是决定缺口往右要延伸几根 K 线，数字越大，延伸越长，方便当成未来可能回补的区域来观察。Highs and Lows MTF 这边勾选 Daily、Weekly、Monthly 就会在图上叠加对应周期的关键高点低点，右边色块只是改颜色，方便区分。下面的 Premium Discount Zones 勾选之后会画出溢价、均衡、折价3个区域，上面是 Premium Zone， 中间是 Equilibrium Zone， 下面是 Discount Zone。下面3个色块只是颜色设定，不会影响判断逻辑。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Smart Money Concepts 指标的实例，示范如何把一整段行情拆成一套可操作的剧本。先看左边，这里出现绿色的结构转折，代表市场有机会由空转多。接着又出现一笔结构突破，确认多头开始接手。随后价格再创出一个更高高点，一路被推到溢价区，在这种位置再去追多，风险就会明显放大。往右边，这里出现红色的结构转弱，提醒多头可能要转空。后面又连续出现红色的结构突破，代表空头正式接棒，方向完成切换。方向确立之后，每次反弹回到右侧的供给区就是顺势做空，比较有优势的位置。最后看下方，当价格跌到折价区接近关键支撑，这时候就不适合再追空了。更合理的做法是分批止盈，把利润收好，然后等待下一段结构重新搭出来。要强调的是，这个指标不是自动买卖讯号，它只是帮你标出结构和关键价位，让交易决策更有依据。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支影片见。